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刚。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3蒸9扣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五花肉一整块，切下两边不规则的猪肉，这一部分我们用来制作酥肉。将猪皮小心的取下来，然后将猪肉切成小条备用。酥肉可以用前腿肉或者后腿。为了跟大家分享一肉多吃，所以本视频中的菜式均来自同一块五花肉。五花肉切好之后，用热水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之后捞出，下一步开始准备调味上酱。盆中打入鸡蛋4个，加入食用盐1勺调底味，加入几颗青花椒，加入适量的黄酒，然后加入适量的红薯淀粉搅拌均匀。同学们切记，淀粉需要根据干湿度分多次加入，否则容易太稀或者太粘稠。上酱的浓稠度只需要能挂在肉条上面即可。下一步开始制作。首先我们把锅烧热，锅烧热之后加入宽油，将油温升至160度。油温160度之后加入上酱的五花肉，然后转中火将其炸至定型。酥肉定型之后捞出，然后再用蜜漏去除残渣，再将油温升至180度。油温180度之后转小火清炸5分钟。这一步的目的是将酥肉上色和炸香炸脆。当炸至色泽金黄酥脆之后即可捞出，然后再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备用。酥肉这样整条炸和切小块炸的区别不同，整条炸效率更高，但因为有刀切面则不适合保存。切小块炸的酥肉更适合长期保存，用时再取。下一步开始调味。加入几片生姜垫在碗底备用，然后将切好的酥肉均匀的码放在碗中，碗中加入适量的食用盐，每一碗大概只需要1克盐即可，撒上少许的胡椒粉，再放几颗青花椒增香，不喜欢的同学也可以不放。最后加入适量的高汤或者清水，然后放入蒸锅开中火蒸40分钟即可出菜。40分钟之后取出，将其倒扣在碗中，撒上葱花即可上菜。下面开始酥肉的成品展示。制作蒸肉糕的时候，我们取下五花肉的第2块。喜欢肥一些的同学可以加入旁边的肥肉。同样去掉猪皮之后，用热水将其清洗干净。清洗干净之后切成小片，然后再剁成很细的肉蓉备用。嫌麻烦的同学可以交给摊主用绞肉机操作。猪肉剁细之后，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。准备适量的小葱、生姜、清水放入料理机中打成姜葱水。准备适量的红薯淀粉，用清水稀释备用。淀粉和肉蓉的比例为2.5比10，淀粉不能调得太稀，像这样能够拉丝即可。准备鸡蛋逐个打入肉蓉的盆中，用碗单独敲入的目的是防止臭蛋入盆。鸡蛋的比例大概为1斤肉2个鸡蛋，然后加入打好的姜葱水，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再加入调好的红薯淀粉拌匀。下一步开始调味，盆中加入2勺食用盐调底味，加入少许胡椒粉，加入少许花椒面，不喜欢的同学可以不加。调好味之后，将肉蓉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劲。肉蓉上劲之后，下一步准备蒸制。准备一个长方形的不锈钢盆，均匀的刷上食用油之后，防止肉糕成熟之后粘连。然后加入肉蓉均匀的铺平。最后用保鲜膜封好。下一步开始蒸制。将肉糕放入蒸锅，中火蒸40分钟。同学们蒸制的时间需要根据肉糕的厚度来定，肉糕越薄则蒸制的时间越短。35分钟取出肉糕，倒出多余的蒸汽水。然后再刷上一层纯蛋黄，刷好之后放入锅中蒸3分钟。3分钟之后再次刷上蛋黄蒸2分钟，直到蛋黄熟透之后即可出锅冷却。同学们切记，肉糕必须冷透之后再切，否则很容易碎。肉糕冷却的时间大约为6个小时。下一步开始准备肉糕头碗的辅料，准备适量的豌豆芽，加入适量的黑木耳，加入泡发好的黄花菜，再加入一些酥排骨或者酥肉，加入几片生姜，
然后将冷透的肉膏切成5毫米左右的厚片。肉膏切好之后，均匀的码放在盆中备用。下一步开始准备调汤。首先在清水中加入适量的食用盐调咸味，然后再倒入盆中，最后放入蒸锅，大火蒸20分钟。20分钟之后取出即可上菜。下面开始头碗蒸肉膏的成品展示。接下来我们将剩下的五花肉从中间切开，肥肉多的五花肉适合制作夹沙肉，比较厚实的适合做扣肉或者八大丁，比较薄且不分层的适合做粉蒸肉。然后将五花肉放在铁架上面烧皮，猪皮烧好之后放入温水中清洗干净备用。下一步开始制作粉蒸肉，然后我们选择肥瘦参半的其中一块，直接切成4毫米左右的薄片。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，盆中加入适量的糯米备用。加入糯米1/10的普通大米，加入3奈1小块，加入八角1颗，加入少许的花椒。下一步开始炒米，锅烧热之后不加油不加水，然后下入准备好的糯米，开小火炒香。这一过程比较考验人的耐性，必须将其炒至类似爆米花的形状。此过程大概需要15分钟左右。糯米炒香之后倒出备用，然后我们在锅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下入豆瓣酱炒熟备用。炒熟的豆瓣酱可以给粉蒸肉上色和增香。下一步开始准备处理糯米，将糯米放入料理机中打碎备用。当然，嫌麻烦的同学可以直接购买小包装成品的米粉。下一步开始拌料，盆中加入食用盐1勺，加入2勺糖色，加入适量的熟豆瓣酱增加咸香味和颜色，加入1小勺胡椒粉，加入少许鸡精，加入少许白糖中和味道，加入少许花椒面之后搅拌均匀。不喜欢麻味的同学可以不加。拌匀之后加入适量的清水，然后分次加入打碎的米粉拌匀，搅拌至米粉充分的吸附在肉上面即可。最后将肉皮朝下整齐的码放在碗中，再放入蒸锅，开中小火蒸2个小时。2个小时之后取出倒扣在碗中即可上菜。下面开始粉蒸肉的成品展示。接下来我们将烧好皮的五花肉下入煮热的锅中，加入适量的姜片和大葱，加入适量的黄酒去腥。大火烧开之后撇去浮沫，然后转小火煮至五花肉8成熟。同学们切记，只要用筷子能够插透即可捞出。五花肉捞出之后，下一步开始准备制作夹沙肉。首先我们取其中一块的一半从中间切开，然后再切成2片的镰刀蝴蝶片。同学们切记，只需要切到猪皮的地方即可，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包住中间的夹心。肉片切好之后，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。准备成品糖沙切成厚片备用，没有成品糖沙的同学也可以用豆沙代替。然后将糖沙放入肉片中夹好，放好糖，再将皮朝下均匀的码放在碗中。然后准备煮好的糯米加入适量的白糖，加入适量的嫩糖色之后用筷子拌匀，然后将拌匀的糯米铺在夹沙肉的碗中。加糯米的目的是增加口感和塑形，嫌麻烦的同学也可以取消放糯米这一步。然后将其放入蒸锅中，开中火蒸2个小时。2个小时之后取出倒扣在碗中即可上菜。下面开始夹沙肉的成品展示。剩下的最后2块五花肉，我们开始制作扣肉和八大丁。首先，我们将煮好的猪皮皮朝上，用竹签把猪皮扎透。猪皮扎透之后，用厨房纸吸去多余的水分和油脂，然后均匀的抹上食用盐。这一步的目的是防止猪肉炸的时候爆油。下一步开始炸制，锅烧热之后加入宽油。油温烧至7成热之后，下入准备好的五花肉下锅炸制。这一步的目的是将猪皮炸至金黄色，去除一些油脂和减少肥腻。五花肉炸好之后，再倒出剩余的宽油，然后直接加入之前煮热的热汤，再下入炸好的五花肉，浸泡20分钟备用。通过热汤浸泡可以让猪皮回软时的成品美观。趁这个时候，我们来准备垫底的芽菜。准备适量的芽菜，清洗干净之后切成小颗粒备用。
嫌麻烦的同学可以在市场直接购买成品芽菜，成品芽菜不需要清洗，可以直接使用。切好之后放入锅中干炒几分钟。这一步的目的是炒干水分，让芽菜吸收肉的香味。下一步开始切肉，五花肉泡好之后捞出，切成4毫米左右的厚片备用。五花肉切好之后，皮朝下整齐的码放好，然后加入炒干的芽菜。八大丁的制作方法和扣肉基本一样，八大丁的切法是横竖对角切4刀，形成8大块。同学们注意，最好不切断，切至猪皮即可，这样倒扣过来形状完整。同样切好之后，皮朝下加入碗中，加入适量的芽菜。下一步开始调汁，准备1块生姜和适量的大蒜，拍散之后剁碎备用。碗中加入食用盐1勺，加入胡椒粉1小勺，加入2勺白糖，然后加入适量的嫩糖色，加入生抽酱油20克，加入少许老抽上底色。料汁搅拌均匀之后，倒入扣肉和八大丁的碗中，加入剁好的姜蒜末，再撒上几颗青花椒增香。最后用保鲜膜封好，放入蒸锅中，开中小火蒸2个小时。同学们切记，扣肉可以反复多次的长时间蒸制。蒸扣肉的原则是开始中火1小时，后续全部转小火蒸制，这样蒸出来的成品入口即化，毫无油腻的味道。2个小时之后取出，倒扣在碗中即可上菜。下面开始传统扣肉的成品展示。首先，我们准备新鲜排骨1大块，用刀将每一块均匀的取下备用。然后用热水清洗一遍。这一步的目的是去掉表面的杂质和血渍。下一步开始准备上酱，盆中加入食用盐1勺，加入小苏打1勺，加入少许胡椒粉，加入适量的花椒粒增香，打入鸡蛋2个，加入50克左右的料酒，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红薯淀粉搅拌均匀。同学们，红薯淀粉一次不能放太多，必须边放边搅拌至粘手为止。拌匀之后放入排骨，将其均匀的裹上酱。同学们切记这一步很重要，排骨上的酱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，否则将影响排骨的口感。只要像这样能够均匀的挂上酱即可。下一步开始准备炸排骨。首先我们把锅烧热，锅烧热之后加入宽油，油温烧至6成热的时候下入排骨，然后转小火将排骨炸熟炸透。排骨和酥肉不同，表面定型之后必须开小火请炸，而且排骨下锅之后会立即成底，必须马上用漏勺将其垫起来，否则底部很容易炸糊。炸排骨这个过程大概需要5分钟左右。排骨炸至熟透之后即可出锅。下一步我们将炸好的排骨砍成3厘米左右的小块，准备生姜1小块切成姜片备用，然后将生姜放入碗中，再将砍好的排骨依次放入碗中。下一步开始调味，首先撒上适量的食用盐调咸味，加入适量的胡椒粉，加入几颗花椒增香，最后在碗中加入适量的清水。下一步开始蒸制，蒸笼上气之后放入排骨，开中火蒸30分钟。30分钟之后取出排骨即可上菜，一道非常美味的蒸排骨就制作完成。首先我们准备适量的糯米放入盆中，加入适量的清水淘洗干净之后沥干水分备用。沥干水分之后，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，准备新鲜橘子皮1小块切碎备用，准备蜜饯1个切成太阳花备用，准备几颗糖樱桃备用。下一步开始制作，首先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，大火烧开之后下入洗好的糯米，然后转小火将其煮至无明显定型即可。同学们切记，在煮糯米的时候必须随时搅动，这样才能够防止糯米粘锅煮糊。糯米煮好之后捞出沥干水分备用。喜欢口感清爽的同学可以加水冲洗一遍，喜欢软糯粘牙的则可以忽略这一步。沥水分的时候可以用筷子在糯米上面插几个小孔。水分沥干之后放入盆中，下一步开始调味。盆中加入适量的白糖，加白糖这一步需要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添加。加入准备好的糖樱桃，加入少许的食用盐正味，加入1小块猪油之后用筷子搅拌均匀。猪油化开之后加入适量的嫩糖色拌匀备用。喜欢纯白色的同学也可以不加。下一步开始装盘，碗中加入适量的猪油涂抹。这一步的目的是防止扣碗时糯米粘碗。再分别放入蜜酱和切好的橘子皮，然后均匀的将糯米填充到碗中。这个过程可以用勺子略微的将其压平，压平之后再撒上橘子皮增加清香味。
当然不喜欢的话也可以不加。最后用保鲜膜封口，下一步开始蒸制。蒸锅水开之后放入，然后转中小火蒸2个小时即可达到口感软糯。2个小时之后取出扣入碗中。再撒上适量的白糖即可上菜。下面开始糯米扣碗的成品展示。首先我们准备处理好的鸡鸭各半只，剁掉头脚之后放入盆中备用。下一步开始准备焯水的辅料，准备几块生姜切成片备用。准备大葱2根拍散之后切断备用。锅中加入大半锅清水，然后加入处理好的鸡鸭，加入黄酒100克，加入准备好的姜葱，加入食用盐15克。开大火烧开之后再撇去浮沫，这一步的目的是将鸡鸭的皮收紧。水开烧至3分钟之后捞出备用。然后取下鸡鸭的大骨之后剁成小条备用。鸡鸭剁好之后，将其皮朝下均匀的码放整齐。下一步开始调味。首先在碗中加入几片生姜，再撒入适量的食用盐，加入少许的胡椒粉，再放上几颗青花椒增加清香味，最后加入适量的枸杞增加清甜味，然后将其放入蒸锅中开中火蒸40分钟即可。蒸至40分钟之后的鸡鸭肉会比较软嫩脱骨，很适合年轻人。如果有老人孩子食用也可以增加至60分钟。40分钟之后将鸡鸭肉取出，然后倒出原汤水再扣入碗中。同学们切记，这一步必须先倒出过多的原汤，否则很容易烫到自己。最后淋上原汤，再撒上葱花即可上菜。下面开始扣鸡扣鸭的成品展示。